亲生父母极度重男轻女，把我丢弃在山里，他们以为我早就死了。10年过去，我转到了新的学校，和我的乱生哥哥成了同班同学。亲生父母在网络上造谣，当初是我离家出走，现在拍场高志不顾生恩，他们想吸干我的血，为哥哥铺路。那么准备好了吗，我亲爱的爸爸妈妈？欢迎来到这一场复仇盛宴。大家好，我是林雨熙，很高兴加入这个集体，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开心地度过高3这一年。我微笑地站在讲台上，介绍自己，夹杂在稀稀拉拉的掌声里，更多的是惊讶和疑惑。同学们的目光在我和教师角落里来回移动，我一眼便看到了教师角落里那个长得和我有8分像的少年，他盯着我，眼睛瞪大，满脸难以置信，我全当不知。下课后，有女生来问我，你和陈兆年什么关系啊？我一脸茫然，我不认识他呀。女生惊叹，你们俩长得可真像啊，你眼瞎呀？谁和他像了？陈兆年狠狠瞪了女生一眼，走出了教室。女生还在惊叹，校草就是帅。我看着他的背影笑而不语。我亲爱的哥哥，好久不见。我被丢弃的时候只有7岁，那天我的亲生父母对我说，今天是我和哥哥的生日，他们要带我一起去游乐园。我万分欣喜，平日里爸爸妈妈的眼里都只有哥哥，什么好吃都是哥哥的，出去玩也只带着哥哥。爸爸妈妈和我说，家里穷，哥哥是未来的顶梁柱，什么都要先让着哥哥。我总是很乖巧的点头，因为我要是惹陈兆年不高兴，父母就会对我拳打脚踢。陈兆年恶劣地说，你就是我的一条狗。去游乐场的路上，陈兆年递给我一瓶牛奶，我以为他终于愿意把我当成妹妹，很开心的喝了。没多久，我感觉眼皮越来越重，意识逐渐模糊。陈兆年笑得像个论魔，你太碍事了，还是去死吧。陈兆年把我堵在厕所门口，气急败坏。陈兆月，原来你没死，看到我还活着，你不高兴吧？哥哥，我笑容甜甜，一果然记得。陈兆年上前一步，想依靠身高优势，像小时候一样扯我的头发，逼我就范。我一个侧身避开，用尽全力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，他疼得立刻弯腰捂住肚子，刚缓了口气，他就想继续上来揍我。我一把牵住他的手臂，让他动弹不能。陈昭月，你给我放！我笑着用力向后一拽，清脆的咔嚓一声，他脱臼了。陈昭年疼得直接跪倒在地上。我站在他的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冷冷道，哥哥，你现在可不能打我哦，我是跆拳道黑带，下手没轻重的，要是打伤哥哥就不好了。小时候，陈兆年把我当成家里的一条狗，以捉弄我为乐，假装和我玩捉迷藏，把我锁在柜子里，任凭我怎么哭，怎么求他，都不放我出来。他如果弄坏了家里的东西，就让我背锅，电视机是陈昭月弄坏的，这种谎言张口就来，哪怕父母都知道，我连接近电视机的资格都没用，可他们并不介意以此为由打我一顿，既能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，又能得儿子一笑。家里唯一护着我的人是姐姐，姐姐大我2岁，她叫陈招娣，她存在的价值就是为全父母的祈愿，能迎来一个男孩。或许是因为陈兆年的出现，让父母确认了他能带来好运，对他还偶尔有个好脸色。有时候遇上陈兆年不喜欢的零食饮料，姐姐就会分了一些。姐姐会在其他人都睡着的时候，带着我偷偷跑出去，找一个高高草垛，一边读我说自己想象的故事，一边和我分享这些零食。我和姐姐说，等我长大了，要做大明星，姐姐做大编剧，这样我就可以言节节写的故事了。姐姐总是笑着说好，把零食都给了我，说身体健康才能当大明星。微信零食并不好吃，却是那时候最温暖的记忆。可是姐姐死了，是陈兆年杀了她。直到放学，陈兆年都没有再来找我麻烦，他不敢硬通音，肯定会想别的办法，真让人期待。我出了校门，看见一辆熟悉的车停在校门口不到50米的地方，我坐上副驾驶，一双手伸过来帮我系成安全带。我说过，你不用自己动手，我可以帮你。林烟熙表情冷峻，眼皮微抬，像一只困倦的狮子。我看着反光镜里很瞪着我上车的陈兆年，甜甜一笑，这么好玩的游戏，我可不舍得分你，单纯只是让陈家一家3口去死，实在是太简单了。我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我要一点点剥夺他们重要的东西。我被遗弃之后，或许天不绝我，一个深山老道捡到了我。1年后，林氏夫妇在道馆求愿，见我可怜，别说留了我，他们求的是希望林烟熙的病能好起来。林烟熙大我3岁，有先天性心脏病，或许我经历了足够多的苦难，积攒的运气，还能带给关心我的人。林烟熙匹配到了合适的心脏，出国手术疗养。他因为长期生病，脾气很差，而我一直陪在他身边，失眠、抑郁、狂躁，缺乏同理心，有自毁倾向。我们俩都是生病的小孩，互相展示着彼此的伤口，现在已经能控制了。但要想彻底好起来，除非把心结打开。医生如是说，对我来说，打开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可以复仇。林妍希身体已经大好，决定陪我回国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还有我。他说，我穿着高定礼服，挽着林妍希的手，走进陆家的宴会大厅。这是我和林妍希回国之后第一次在宴会上露面。林少爷，好久不见。陆家大小姐陆欣抬的抬酒杯，对着林妍希点头问好，好久不见。林妍希礼貌地回了一句，她眼神踢见我，神色差异。这位林雨熙，我自报家门，微笑的打个招呼。林小姐长得。陆欣遥遥的冲着旁边喊了一声，兆年。这边在场的客人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我们，投来了看好戏的眼神。这位小姐长得和陆家大小姐心尖上的一个好香啊，什么来通？林家收养的，陪林少爷在国外待了10年，和陆小姐的那位可不一样，的确一比气质就差多了，到底是个小演员，上不得台面。
陈兆年显然听到了这些话，看见我的时候脸色煞白。陆欣网上了陈兆年的手，好奇道：兆年，你认识他吗？陈兆年刚要否认，我抢先回答：我今天刚转回来，现在是陈同学的同班同学。是。陈兆年僵硬的点点头。这也太巧了。陆欣好奇的补了一句：长得这么像，我还以为你们俩是兄妹呢。我歪着头看着陈兆年，我可没什么哥哥，只是碰巧罢了，就是不知道陈同学有没有妹妹。陈兆年的脸色黑如锅底，当然没有。林妍希刚回国，需要应酬宾客，我一个人走上阳台，打算吹吹风，一只手从后面死死掐住我的脖子，把我狠压在栏杆上，另一只手死死控住我的手，以防我反抗。掐我脖子的手逐渐收紧，他是真的想杀了我。我并不害怕，甚至隐隐的兴奋。陈兆年，你要在这杀了我，你就是杀人犯，跑不了。陈兆年微微松了力道，把我翻过来，你为什么来这？我恶劣一笑，当然是来看看我亲爱的哥哥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呀。陈兆年的这张极具欺骗性的皮囊是他最大的价值。2年前他被星探看中，主演了一部青春校园剧后一炮而红，后来也接了几部配角，如今也算是个2线小明星。他背后的金主就是陆家大小姐。最初陈兆年对陆欣爱答不理，他们现在的亲密还是陆欣舔来的。陆欣以为他是个励志的能家少年，给了他最直白又热烈的爱。我原本以为陈兆年这样的人是没有恩情所在的，但从4家侦探的照片看来，似乎并不是这样。他会和陆欣一起去喂养路边的流浪猫，眼神全温柔。他会在半夜去酒吧接喝醉酒的陆欣，背着他走一路。他会陪着陆欣逛街，手里满了购物的袋子，也不会抱怨一句。黑暗里的人一旦看到了光，就会迫切的想要去喂己有。陈兆年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。陈兆年当然不会在陆家杀了我，他已经有了一个幸福的美梦，不允许我破坏他，真好笑。杀人犯有什么资格谈幸福？离我远点，不然我真的会杀了你。陈兆年临走前怨毒的威胁着我，我真的不能直接杀了他吗？一条围巾轻轻覆上我的脖子，林妍希的手在我的脖子上挖撒，想要盖住鲜红的手指印。他声音有些低，透着冰冷的杀意。我附上他的手，与他十指相扣。不行哦，咱们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陈兆年开始在学校霸凌我，他很聪明，知道什么叫兵不血刃，他只是流露出对我的厌恶。他的追随者们就会前赴后继的来找我麻烦，可惜这些人有点蠢，一些撒图钉、撕试卷的小手段不见成效之后，一个大姐头带着5、6个人把我逼进了厕所，反身锁了厕所的门，离陈兆年远点。我看着他们，气定神闲道：陈兆年没和你们说吗？说什么？他们有些疑惑，我下手没轻重的。我在他们震惊的眼神中，摆一桶干净的水浇在自己身上。老师摔开门的时候，我正浑身湿透，可怜兮兮的缩在角落，其他人则是鼻青脸肿倒了一片。为首的大姐头手里拿着脱发，满脸惊怒的要上来揍我，被老师一把拉住。老师，救我！我声音哽咽，大姐头坚决声称是我动的手，她拿着拖把只是为了自卫。我解释说，那些人是抓我的时候滑倒的，和我没有关系。一个平时行为不良的学生，一个有异议诊断的学生，人们心中的天秤会倒向谁呢？没有录像，各执一词。我执意报警，都不过是学生，见了警局，3言2语就能逼问的差不多。是陈兆年，是他说他讨厌这张和自己长得很像的脸，还说他利用这张脸在外面假扮他骗人，所以我们才是在学校。话题敏感，又涉及到公众人物，网上很快就有了疯传。信心，你要信我，这件事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是他们喜欢我，想用这种方式吸引我的注意力。陈兆年对着陆欣读咒发誓，最终陆欣花了不少钱找人评了下去。可是很多人都开始反思，我身后有鳞甲，只是因为长得像陈兆年就被霸凌，如果换作是个普通人呢？为了他为难我，真的有必要吗？一旦开始有了这个念头，陈兆年的声望就会一降再降，他在学校再也不能一呼百应。我亲爱的哥哥，这种被周围的人逐渐抛弃的感觉怎么样？为了挽回形象，陆欣找关系给陈兆年接了个广告拍摄，这个广告的级别很高，显得是在国际上颇有威望的电影导演。如果陈兆年有不错的表现，之后的资源必定能上一个等级。陈兆年接到广告之后就放出了风声，还比着广告的方向拍了一些写真照。他的聪明者又回来了一些，他挑衅的看着我，我会越站越高，你这种杂碎永远碰不到我，是吗？哥哥，登高一跌重哦。我出现在片场的时候，陈兆年惊惧的站了起来，你怎么在这里来和你演对手戏呀？哥哥，难道你没看最新的剧本吗？我笑着把手里的剧本递过去，陈兆年看着剧本上的主演赫然写着陈兆年、林雨熙。恶魔和天使本就是一对双生子，都是天使的样貌，恶魔为汉人间，最终天使为了拯救众生，亲手杀了恶魔，可破了杀戒的塔，最终堕落成了新的恶魔。原本这个剧本是陈兆年一人分饰2角，但这会增加拍摄和后期的难度，很多镜头也无法拍摄。导演是个有野心的人，肯定不想止于此。我用林家的身份请资方吃了一顿饭，送我们一份简历给导演。真实存在的双生子，诱惑太大，我成功拿到了恶魔的角色。陈兆年不是想靠个广告证明自己吗？那我就来帮他证明。他引以为好的东西是多么不堪一击。陈兆年的造型很惊艳，金发白衣，雌雄莫辨的，就像个真正圣洁的天使。兆年你真好看，你和画里的天使一模一样。陆欣兴奋地拉着他的手，一个劲地夸他。我装到结束走了出来，也来一片惊呼。化妆师刻意加重了我的轮廓线，加上垫高的靴子，我和陈兆年几乎就是一个母字刻出来的，只是10年温养出的气质。趁着陈兆年向着劣质的冒牌货
陆心惊都忘了呼吸，陈兆年气得发抖。天使把恶魔逼到栏杆边，双手掐住恶魔的脖子，把他推下高塔。你们身份不同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眼神。导演讲解着这场戏，走了2遍戏，准备正式开拍，工作人员已经撤离。这一段没有台词，没有录音设备，为了加强氛围，现场灯光压暗，从上往下看不到塔底。我站在高塔边，对着陈兆年说，姐姐坠楼的地方比这高多了吧？我回过身，冷漠地看着他，你把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推下去，一点都没有寓意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陈兆年浑身发抖，那就让我来帮哥哥给你回忆一下吧。我嘴角上扬，指着栏杆说，当时你掐着姐姐的脖子，用力把她推到了栏杆边，栏杆断裂，她就像断翅的蝴蝶一样飞了下去。我听说姐姐死的时候都不肯闭眼，她到死都不会相信自己的亲弟弟会杀了她。你看着她摔下去的尸体，那一大滩的红色，真的不害怕吗？姐姐对你那么好，你那时候才8岁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我的声音越来越大，音调越来越高，不断发出质问。陈峰的记忆被打开，陈兆年的呼吸越来越重，他辩驳道，不是我的错，是栏杆螺丝松了，他才掉下去的，我根本没想杀他。不，你一开始就想杀了他。我露出一个个毒的笑容。那栏杆的螺丝是不是松的？你最清楚，毕竟那是你特意挑选的地方。这么多年做梦，你有没有没梦到过姐姐？你就没有一点点后悔？我现在和陈兆年几乎一模一样，在他眼里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，恶劣的、毫无人性的、充满杀意的。我从来都不后悔。他发现是我们遗弃了你，他要报警。他凭什么偏心你？凭什么想毁了我？陈兆年双眼赤红，一步上前，如同恶鬼一般，双手死死掐住我的脖子。我微微起身，轻声蛊惑，来，杀了我吧，就像杀了姐姐一样，把我推下去，这样就没人知道你做过什么了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去死吧！陈兆年把我按在栏杆上，用力往下一推，他看着我的身影，飞快向下坠去，发出了如恶魔般的笑声。等他回过神，才发现整个片场已经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在看他，好恐怖啊！你们看到陈兆年的眼神了吗？真的像在杀人，根本不像演的呀，太可怕了呀！他不会真的杀过人吧？哇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也没有听过那个传闻，说他讨厌林雨熙，他刚刚不是真的想杀林雨熙吧？说不定是入戏太深，就算是演戏，他就算是天使吧，那他演的跟着杀人犯似的，根本也不天使啊！我要粉转路了，那笑太恐怖了。我不是，我刚刚……陈兆年在各式各样的目光中惊慌失措，他在对上陆星害怕的眼神，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有薇娅保护，根本不可能受伤。哥哥，喜欢这场表演吧？我无声的做着口型。最后是导演出面，稳住了局面。他还以为陈兆年只是没入戏，耐心讲解，你现在是天使，他不仅是恶魔，还是你的双子。他就算犯错，你终究也是不忍心的。可是心态彻底崩了的陈兆年，根本没办法集中注意力，也无法发挥演技。场地和人工的价格可不便宜，不可能一直陪着他耗下去。导演气得直接换人，用了第一方案，一人分饰2局。只是这次的主演换成了我，表演精彩，满堂掌声。导演万分惊喜，不停地夸赞我，并表示期待能与我有下次正式的合作。陈兆年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怨毒和恨意，我会以微笑，亲爱的哥哥，为你铺好的路就这么送给了我，你不开心吗？陆心来找我，是我意料之中的事，毕竟陈兆年这2次翻车都与我有关，你转学吧，离陈兆年远点。陆心疲倦的开口。我好奇，为什么？兆年和我说了，他有个姐姐，家里总是更偏爱姐姐，什么好吃好喝的都给了那个姐姐，那个姐姐从小就一直欺负他，还把他弄丢在山里，差点害死了他，姐姐却像没事人一样，推脱得一干二净。后来这个姐姐因为意外坠亡了，他才从那窒息的感觉里解脱出来。你和他姐姐长得很像，所以他看到你就想到他姐姐，才会失控，真厉害，彻底的颠倒黑白。我有些不可思议，你信他？信他父母会重你轻男？陆心点个头，眼神里仅有的一丝迷茫，转瞬而逝，变得坚定无比。我相信他。你就这么喜欢他，你不会明白的。我第一次见他，他穿着白衬衫就站在阳光下，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干净的男生。那天我中暑了，他给我买了一瓶水，还微笑着问我要不要去医务室。陆心一脸向往和迷恋，这和从来没人给我煮一碗白粥有什么区别？陆心走后，我抬头看向那个一直站在2楼听完了我们谈话的人，不解道，陆家怎么会养出这么个傻白甜？他不用继承家业，陆家把他当公主一样护着。林妍希走下来，拿走我手里的咖啡，少喝点。我若对他动手，你会阻止我吗？我看向林妍希，我为什么要阻止？林妍希有些不解，手中不停给我换了杯温水。陆家不是有意想和林家联姻吗？这么个好难捏的小姑娘，可不常遇见。我调侃道，不会有联姻的。林妍希牵起我的手放在她胸前，眼神里藏着偏执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你最好说的是真的，不然我也可以杀了你，再自杀。我还抱着她笑着说，也可以，我不介意和你殉情。她隐有些兴奋，2个不正常的孩子，长大了也只不过是不正常的大人。广告还没上映，陆星的生日先到了，他要在今天和陈兆年订婚，这是一场全网直播的订婚。陈兆年打算利用订婚造个情侣 IP， 方便之后吃人设红利。不愧是我的哥哥，爱陆星之前，他还是更爱自己。陆家当然不会同意，听说陆星绝世3天，加上自杀威胁换来的，陆星信誓旦旦，等他们够了年龄，领了结婚证，他就会搬出去，不会靠陆家。到底是陆家放在心尖尖上疼的小公主，纵然无奈，居然还是同意了。
还好陈兆年成年了，不然这场订婚更像一场小孩子过家家。我对进化的妆，化妆不愧是血书之一，能让我看起来和陈兆年相似，又完全不像。林妍希拿过我的外套，走吧，错过好戏你会不开心的。陆行当然不希望在订婚宴上见到我，那和林家身份摆在那，这种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感觉，真是让人愉悦。这个订婚礼，陆家并不会派人来参加，这也意味着陆家打算放弃这个小公主了。我挽着林妍希的手，微笑道，陆小姐不用摆脸色，等你彻底离开陆家，就再也不用参加这样的宴会，自然也不会再见到我。我声音并不小，周围的人听到也都不由窃窃私语。陆家的事听说了吧？没想到陆大小姐还是恶意爱脑，哎，也许人家寻的是个真爱呢。别扯了，哪有那么多真爱？没有了陆家的庇护，这样的闲话只都不少。陆心固执的把这些话全部屏蔽，铁的心要一股行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送给我亲爱的嫂子一份订婚礼物吧。谢谢大家来参加陆心小姐和陈兆年先生的订婚现场，掌声很点面子。陆心和陈兆年含情脉脉地看向对方，网上也是一片和谐。好甜啊，好好喝，俊男美女我可以。让我们先通过一段影片来了解一下这对有情人吧。视频一播放，场下顿时一片尖叫。这是一段恋猫的视频，陈兆年对着镜头残忍地笑着，把滚烫的热水浇在刚满月的小猫身上。在小猫凄惨的叫声中，他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里的刀，之后的画面血腥又残忍，不少人无法接受这样的画面，低头不看，有些甚至在旁边吐了起来。陆心满脸不可置信，他几乎是跌坐在台上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他记忆里的白衣少年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。网上早已骂声一片，太残忍了，这些还是人骂，畜生，好难受啊！有猫的根本看不了这种视频，其中也夹杂着陈兆年粉丝的勉强支撑，这也许是 AI 换脸呢，这是 CG 特效。大家不要信啊，现在视频那么多假的，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啊。但是他们的话语很快就淹没在骂声之中，直播很快被切断了，可是现场的视频却怎么也关不掉，是你，都是你干的。陈兆年怒击跳下台，伸手就要抓我，他的手还没到我面前，就被林妍希两下放倒在地上，别动，不要冤枉我哦，我可没虐猫，我一脸无辜啊，听说虐猫的人有杀人倾向呢，你觉得呢，哥哥？这场闹剧的最后，由陆家的人介入而收场，每位宾客都被安然送到了家，并附上了价格不菲的礼物，收了礼物就要适当闭嘴，相当于给陆家一个面子。但是网上的言论早已说不住，不少大佬都出来证明，视频不是 AI 合成，也没有 CG 特效。陆家为了保全名声，声称不知情，和陈兆年做了割席。之前的广告方肯定不会放过这个热度，为了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来换演员，乘机放出了拍摄花絮。陈兆年近乎癫狂的笑容，无数人不好而理他了。陈兆年他真的好恐怖啊！真的，来人查查他吧，太恐怖了！我看完一直在做噩梦，虐猫的人有杀人倾向的，他是不是？我反正再也不想看到他了。没有陆家的助力，陈兆年彻底凝声扫地，所有人都觉得陈兆年完了，他最后的底牌要出了。我翻看网上的言论，扬唇一笑，陈兆年最后的底牌当然是我的亲生父母。陈兆年之前一直都想和父母做割席，他内心也在抵触，也想逃离，他也知道有一对重男轻女的父母也是自己的污点，可他已经无计可施。他们弄到了我的电话，约我见面，我陪你去。林妍希握着我的手，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担忧。好啊，我没有拒绝，为了保密，选了的私房菜的包间，这家私房菜并不便宜，为了陈兆年，居然舍得下血本请我吃饭。10年未见，爸爸妈妈这个称呼和形象在我这里变得十分陌生。他们见到我的第一面，便是抱着我痛哭流涕。我们不是故意遗弃你的，是你睡着了，我们不小心踩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都在找你。听你哥说，这些年你一直在国外，难怪我们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。妈妈还拿出了寻人启事，上面有我的照片和联系方式，想要证明他们没有撒谎。爸妈，我的眼泪迅速漫了出来，演技真好啊！我要不是看到那录音笔亮着的红灯，我都要信了。姐姐是怎么死的？我财神兆年一定没有把拍摄现场的事告诉他们，我只想知道他们到底知不知情。他就是贪玩，去了楼顶，然后一个不小心，那就是意外。妈妈说这话的时候，神色躲闪。真的吗？我神色凄怨，真的。当时兆年和我们在一起，你不信可以去问当年的警察。爸爸急忙辩解，当初的案宗确实是这么写的，真是实，他们一直都知道，但是他们选择帮自己的儿子隐瞒杀害自己女儿的事实，我失去是装下去的兴趣。赵月呀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们还是要向前看。妈妈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的来意，你哥的事你知道的吧？我低着头，表情都懒得再演。妈妈想来拉我的手，赵远，帮帮你哥哥吧，你哥哥现在是明星，未来还有很远的路要走，不能就这么毁了呀。我缩回了手，你打算让我做什么？赵远，你别误会，你哥好了，我们家才能更好啊。爸爸连帮说，我们也是在找办法。我问什么办法，你就说视频里面是你故意化妆成你哥哥的样子，你就是想不关注。妈妈温声劝我，真是还有创意的想法呀，就像小时候他们坏了电视机一样，明知道不是我的错，但是要我来背锅。或许在这对父母眼里，这两件事并没有任何区别。凭什么？我冷声问，你哥哥年纪还小，他还要继续过自己的人生，不能有这么大的污点。妈妈急了，所以我的人生就可以随便舍弃，污点我呗，那我有什么好处呢？你们打算给我多少钱呢？我冷笑。妈妈的声音发颤，赵月，听你哥说你被一家有钱人收养了，你一定也不在乎钱，可你哥，因为我现在比我哥好，所以我活该被吸血。陈兆月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是我们生的，你是我们家的人。爸爸的脸色难看极了，
别这么叫我，从你们把我遗弃开始，我就不叫这个名字了。我站起来，一把掀翻的桌子，打翻的饭菜，淋了他们一身，你们真恶心。林妍希走上前来抱住我，想哭吗？我摇摇头，我把头埋在她的怀里。妍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承认父母不爱自己，并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。谢谢你们一如既往的舍弃我，才可以让我的恨永不消减，永不心软。他们果然把录音剪辑发到了网上，我的父母还录了一段催人泪下的视频，痛称自己弄丢了我之后是多么难过，花了多少钱找我。如今我身在豪门，却丝毫不顾念生养真，对他们冷言冷语。他们说月猫的人就是我，他们是想规劝我，可我却丝毫不知悔改，他们要和我断绝关系，一旦激起千层浪，陈兆年的粉丝又死灰复燃，想要维护他，广告商那边也火速打来电话核实，想知道到底什么情况。我说我会澄清的。陈兆年对外宣称召开了记者招待会，邀请了我的亲生父母和我，演员就位，戏台搭好，那就开始吧。陈家父母走进来的时候傲慢不逊，他们对我的低头时拿酒吻。陈兆年的眼中带着得意，你最好现在就认下那些事，我还能对你网开一面，不然等你身败名裂，你求我都不会收手。那表情就像看这条狗，那就让我们看看谁会成为那条狗。媒体就位，陈家父母和陈兆年又把网上的那些事说了一遍。到了我先放出了一个视频，陆欣有些憔悴的出现在画面中，陈兆年瞬间慌唤起来。视频里的那只猫是我和陈兆年一起喂养的流浪猫，所生的其中一只小猫，因为额头上有个月亮形的白毛，所以我给它取名叫小月。当时陈兆年说他会把这些小猫送给好心人领养，这些是领养前的照片。陆欣展示了陈兆年抱着小猫的照片，他声音已经哽咽，我一直很相信他。陈兆年，我那么爱你，你怎么能骗我？陆欣泣不成声，视频也到此结束。我补充了一句，支持小猫出现的时候，我还在国外，不可能会接触到这只猫。现场的媒体彻底炸了锅，但是虐猫并不能定罪。我看了已经慌了神的父母一眼，对着媒体道，大家既然辛苦来这一趟，想必想知道更多的真相。我放出了下一条视频。父母看着视频里熟悉人脸，彻底慌了。里面是老家的乡亲们，他们讲述着父母的重男轻女，对我和姐姐的虐待。老陈家手狠着那么大那么长的棍子，把3、4岁的女娃娃死里打压，怎么都劝不住。可不嘛，大雨天还在跪院子里，还不给饭吃。小女儿就晕了好几次了，他家那俩女儿瘦了嘞，就剩骨头了，还要天天干活，稍有不如就要被打被骂，怎么能有那么狠心的爸妈呀？他家的儿子可宝贝了，全村霸王，小孩子吵吵闹闹很正常，他家的可是拿石头砸人类，砸伤好几个人了。老陈家又凶，大家吵不赢又打不过，只能躲着走。他们经常说女儿是累赘，恨不得女儿都死掉，可以安心养儿子。小女儿丢了之后，他们就搬出去了。听说他们那个大女儿经常出去找，可惜后来出意外死了。视频最后出现了收留我的老道长，他亮出了自己的医生证，对着镜头认真说，我捡到他的时候，他服了大量的安眠药，身上还有大大小小的伤，这么大的药量，他不可能是自己走丢的，应该是被遗弃的。最后的视频画面有些古早，是一群学生在天台上放烟花，烟花亮起的那一秒，镜头拉近，是8岁的陈兆年把10岁的姐姐推下楼的画面。陈兆年和陈家父母被警察带走了，他们会被重启调查，这些年做过的事总会留下痕迹。我把这些年寻找到的所有蛛丝马迹都交给了警方，林彦希请了最好的律师，让他们多加几年。我把姐姐的粉从老家迁了出来，这样我就能常常去看她了。18岁的陈兆年有相爱的恋人，有能一步登天的机会，可以当明星，可以考高考，有大好的未来。这时候一切会被湮灭，就像烟花一样，炸开的瞬间多好看啊！陆宪狠狠道，肯定毁了我。你看，他享受了爱情，无视了无数人的劝疾，回过头来就怪我揭露了真相，他和陈兆年何尝不是一种人？我主演的电影上映了，片尾的致辞先给了我的姐姐，我把所有片酬用来创建女童基金会，希望为那些不能选择父母的女孩们能有机会选择自己的未来，而我要和我的家人享受未来。走了，回家吃饭。林妍希说，好，我笑着牵起她的手，全问完结。